我们总以为要等到事情真的发生，才有资格快乐。等到赚到钱，等到梦想实现，等到有人爱我们。我们学着努力、坚持、等待，却忘了问，如果我的能量还没准备好，就算结果来了，我真的能接得住吗？我曾经也是这样，总是把幸福放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。我说，等我自由了，我就会轻松；等我有钱了，我就会放松。但现实总像一个永远慢一步的影子，走不到我想要的地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这句话，让能量先到，实相自然会追上。那一刻，我停下了。原来，不是结果决定状态，而是状态创造结果。我们不是因为拥有了才能感受，而是因为先感受，才开始拥有。我开始练习，从能量出发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丰盛，我现在会怎么呼吸？如果我已经被爱，我现在会怎么走路、说话、看待自己？这些问题不是幻想，而是校准，是让内在的频率对齐我想要的未来。起初很难，我还没有那些我渴望的条件，怎么可能真的安心？但我渐渐发现，能量是可以练习的，就像肌肉一样，你越常启动它，它就越稳定的存在。我开始在没有结果的时候，先感受感谢；在没有消息的时候，先选择信任；在还没看见改变的时候，先让自己过想要的生活。我不再等，而是开始活出我已经在其中的状态。那是一种转念的力量，一种让宇宙听见你说我准备好了的方式。因为当你内在的能量转变，外在的世界会开始调整。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而是你不再以匮乏为出发点。你从恐惧转为信任，从等待转为创造，从怀疑转为接受。我曾经最害怕还没有这3个字，但现在我知道，还没有只是因为能量还在聚焦。实相有它的节奏，而你唯一要做的是先让你的内在先抵达那个未来。你的感觉是最快通往那里的道路。于是我不再追赶结果，而是与自己和谐共振。我开始允许自己在还没成功时就感到满足，在还没被爱时就感到值得。我不是假装一切都很好，而是我选择用今天的状态邀请明天的实现。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领先现实。当我这样活了一段时间后，真的有些事开始不同了。我收到的回应变快了，我的创作被看见了，我的生活也不再那么起伏不定。这些改变来得不急不躁，却深刻稳定。因为它们不是幸运，而是我早就用能量预约好的。让能量先到，实相自然会追上。这句话不只是理念，它是生命的运作方式。你怎么感受，就是你怎么发送讯号给宇宙。而宇宙只会回应你此刻的状态，不是你的语言，不是你的愿望，而是你的震动。愿你不再等到事情变好了，才开始感受爱与自由。愿你先为你的愿望创造一个能量的空间，在心里让它住进来。愿你在还没有答案时，依然相信自己正在走向它。因为你相信的样子，就是未来靠近你的方向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努力才有成果。越努力，越幸运，越拼命，就越能改变命运。于是我们学着咬牙撑，学着不喊累，学着把每一分焦虑都转换成行动。我们拼了命地追，却在某个深夜开始怀疑，为什么这么用力了，还是没有我想要的结果。我也曾经这样，把一天排得满满，告诉自己只要再撑一下，再坚持一点，
就会等到好事发生。我以为问题在于我还不够努力，所以我不敢停下来，甚至不敢说我累了。但即使我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，心里还是空的，结果还是卡住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场分享中听见那句话：与其努力，不如调平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身体像被击中一样微微震动。我突然明白，原来我不是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出发点的频率根本没对上。我是在匮乏中努力，在不相信中行动，在害怕中前进。宇宙不回应你的辛苦，它回应的是你的状态。当你努力的同时，一边怀疑，一边担心，一边焦躁，那些能量就会成为你创造的一部分。而调频是先让内在稳定、清晰、一致，再从那个频率中出发。它不是逃避行动，而是让行动变得更有穿透力。我开始练习停下来，先感受我此刻的震动，是轻盈的还是沉重的？感受我说出的愿望，是来自信任还是恐惧？我不急着做，而是先问，我现在的状态真的对齐我要的未来吗？刚开始这样做，我有些不安，因为我不再那么拼，不再那么紧抓，我怕我是不是会错过什么。但慢慢的，我发现有些机会竟然在我放松后才出现，有些灵感是在我安静的时候自然流进来的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的显化不是把生活填满，而是让能量清明。当我开始调整状态，我的选择也变得更准确。我不再浪费力气在不适合的路上，也不再用力证明什么。我只是稳稳地走，因为我知道我的频率已经在指引我。与其努力，不如调频，这句话后来成为我生活的准则。我不再问自己今天完成了多少，而是问我今天有没有对齐自己。我不再急着达标，而是练习保持稳定的信念与能量。因为当我内在和谐了，外在的一切就会开始跟着同步。我们被这个世界训练得太会努力，却太少学习对齐。我们追求效率、目标、回报，却忘了最有力的行动是来自一个清晰的心。那不是懒散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智慧，是一种先让能量准备好，再让实相自然靠近的温柔方式。愿你开始练习放下那种再努力一点就会变好的焦虑。愿你相信，有时候慢一点、轻一点、柔一点，反而走得更快。愿你懂得，你不是靠力气创造梦想，而是靠频率与之共振。因为最深的实现，从来不是拼出来的，而是对齐之后自然发生的。我曾经以为人生是靠努力打造的，只要够认真、够拼命、够坚持，就能把想要的实相一点一滴建构出来。所以我咬牙前进，规划每一步，追求进步，对未来充满焦虑地计算每个可能。可走着走着，我开始疲惫，甚至怀疑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，现实还是这么难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一件事，实相不是单靠行动就能改变的，它根源于一件更深的事，你的能量。那是一种你看不见，却时时刻刻在运作的东西。你怎么感觉，你怎么想，你怎么相信，会决定你看见什么样的世界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天起床都感到紧绷，对生活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，好像不管我怎么努力，都无法真正踏实。我以为是现实的压力，但后来才知道，那其实是我自己内在的频率在作祟。我的焦虑正在创造一个需要我不断担心的实相。那不是迷信，是科学。
情绪是一种能量波动，信念是一种持续释放的讯号。而宇宙不是根据你的渴望来回应你，而是根据你正在发送的震动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吸引你想要的，而是吸引你所是的。我开始转变，不是从做更多事开始，而是从照顾我的能量开始。我问自己，我现在的状态是来自爱还是恐惧？我在期待还是在怀疑？那些问题让我一次又一次回到中心。我开始刻意创造一种内在的稳定感。早上起床，不再立刻滑手机，而是静静的深呼吸，对自己说，今天我选择与信任同行。我学着在失控的时候不急着解决问题，而是先让自己稳定下来，再行动。我不再用紧张推动自己，而是用喜悦引导自己。很奇妙的，当我这样做，现实开始改变了。我收到更多的支持，更多自然发生的机会，更多不费力的顺流。不是因为我变得更会计划，而是因为我变得更会对平。我发现，当我对自己的能量负责，世界也开始对我负责。有时候我们太习惯用眼睛去评估结果，而忘了去听能量的讯息。那是一种看不见的语言，但却最真实。当你内在感觉安全、宽广、稳定，实相就会开始映照出同样的频率。当你内在乱、紧、窄，外在也会开始混乱、卡住、阻碍。你的能量决定了你的实相，这句话后来变成我生活的坐标。每当事情不顺，我不再急着责怪命运，而是先问，我最近的能量是什么样子？每当我感觉匮乏，我不再急着赚更多，而是问，我有没有在信任我的价值？每当我迷路，我不再急着找答案，而是让自己先安静，让频率慢慢校准。实相是镜子，你内在有什么，它就照出什么。你越能对自己的能量觉察，就越能自由地创造你想要的世界。那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一种更深的参与。是你决定不再任由情绪摆布，而是选择主动调频。愿你每天都记得，真正的创造不是从外而内，而是从内而外。愿你在实相还未变化前，先让自己的能量转变。愿你在混乱的时候，学会调频，而不是更努力。因为你是频率的源头，而你的能量就是你未来的起点。为什么我总是吸引到一样的困难？这是我曾经一次又一次问自己的问题。不同的对象，却总是重复同样的剧本；不同的工作环境，却总有相似的挑战；不同的选择，结果却似曾相识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的人生早已注定？但直到我碰触到能量这个概念，我才明白，重复出现的不是命运的惩罚，而是频率的投射。实相不是由事件构成的，是由你带着什么能量面对它所创造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问题不在外面，是我自己一直在以同样的能量创造同样的结果。这不是在责怪自己，而是一个深层的理解。你的能量决定了你会看见什么，经历什么，吸引什么。如果你带着防备看待关系，你就会遇见让你无法安心的人。如果你带着不配得的频率看待金钱，你就会不断吸引刚刚好不够的实相。我开始愿意回头看自己的能量状态。我问自己，我相信我值得吗？我相信世界支持我吗？我相信幸福是可靠近的吗？这些答案决定了我当下的频率，而那个频率决定了下一步生命会怎么回应我。一切
从来不是结果造成我怎么样，而是我怎么样就会看见什么样的结果。我开始调整，不再只是想怎么改变世界，而是回来问我内在的能量在哪里。我学会在每一次紧张时，先安抚自己；在每一次期待落空时，先照顾那个失望的感受；在每一次羡慕别人时，转化成为我也可以的信念。这些练习看似没有产出，却是能量场最深层的修复。它不像外在行动那么即时可见，但却在一点一滴地调整你的磁场。我越来越发现，当我能量松开，世界就不再紧绷。当我不再用恐惧看待明天，明天也不再用压力回应我。你的能量决定了你的实相。这句话不再只是概念，而是我每天亲身感受到的生命规律。它不是告诉你不用努力，而是告诉你，努力之前，先对齐频率。不是叫你放弃行动，而是让你的行动不再来自恐惧与补偿，而是源自完整与自由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非常想完成一个计划。我焦急，我逼自己，我觉得如果这次又失败，那我一定是个失败者。但越是拼命，越是卡住。直到我停下来，对自己说，我现在的能量是紧的，不是对的。我深呼吸，开始转念，我可以温柔地做到这件事，我是被支持的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松了，整个计划也开始顺了。原来，当你的能量是爱，爱就会回来；当你的能量是信任，宇宙就会打开门；当你的能量是我值得，实相就会给你印证。这不再是玄学，而是你对自己如何说话，如何感受，如何选择的总和。愿你从今天开始，不再急着去改变世界，而是回来改变你的频率。愿你相信，每一个实相的出现，都是你能量状态的温柔提醒。愿你在觉察之中，慢慢的转化，不是责备，而是和解；不是强求，而是选择。因为你怎么震动，世界就怎么回应你。而当你成为自己能量的主人，实相也会开始听你的话。我们常以为渴望是一种贪念，是我们不知足，是我们太多要求，是我们对现状的不满足。于是我们试着压抑、合理化，甚至否定那些想要的东西。我们对自己说，这样就够了吧，我不能太奢望，不要想太多比较好。但真相是，渴望从来不是错。它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灵魂正在告诉你，还有某一块地方想被爱，想被理解，想被回应。每一个你深深想要的，不是来自外在的诱惑，而是你内在某个未被满足的灵魂记忆在敲你的门。它不是缺，而是呼唤。我曾经否定自己的渴望，我觉得自己要的太多，总是希望关系更亲密，收入更多，生活更自由。我努力合理化自己已有的一切，说服自己不该再有更多想法。但越是压抑，我的身体越是紧绷，我的心越是失重，我的生命越是卡住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些我否定的渴望，其实是我灵魂最真实的声音。当我渴望被看见，是因为我从小被忽略；当我渴望金钱自由，是因为我曾经活得小心翼翼；当我渴望亲密与稳定，是因为我曾在爱里失去过自己。这些渴望不是任性，而是我想回家的方式。我们的渴望是我们曾经缺失的镜子，它会带我们看见过去哪个部分被冻结，哪个感觉没被听见，哪个梦想还在等待开花。当你愿意静下来问，我为什么想要这个？你会发现，答案往往不是现实，
而是记忆，不是物质，而是情感。那是灵魂想被拥抱的证据。是你内在的小孩在敲门说，可以不要再忽略我了吗？是你曾经受过伤的那一块，终于鼓起勇气说，我想再试一次。而你的任务不是去压下这些声音，而是温柔地陪着他们。我开始允许自己有渴望，不再对自己说，这样不对，你太贪了，你太多梦了。我改对自己说，我听见你了，原来你一直在这里，谢谢你还愿意相信还有可能。当我这样说，整个能量开始变得不一样。我不再急着达成什么，而是开始陪伴自己走在靠近的路上。我问，我现在能给自己什么？哪怕只是一点点。如果我渴望被理解，我就学着先理解自己。如果我渴望富足，我就开始练习给出感谢与允许。如果我渴望自由，我就开始选择不再为别人的评价而活。那些渴望变成我与灵魂之间最深的对话。我不再需要透过外在的结果来证明什么，而是用每一次选择来对自己说，我在乎你。原来，当你不再对抗渴望，而是开始倾听，渴望就不再是焦虑的根源，而是转化的起点。而最奇妙的是，当我这样转变后，很多事情真的开始靠近我了。我不再用力追，但美好的机会自然靠过来。我不再抓紧爱，但爱自己之后，爱也不再逃走。我不再恐惧失败，因为我知道，就算没达成，我也已经在路上照顾了自己的灵魂。每一个渴望背后，都是你未被满足的灵魂。不是叫你满足所有欲望，而是邀请你走进自己。当你愿意看见那个想被爱的自己，渴望就会变成一条回家的路。那不再是你要不要得到的问题，而是你愿不愿意靠近自己的决定。愿你开始相信，渴望不是问题，而是方向。愿你开始听懂那些你曾经否认的声音。愿你陪着自己的灵魂，一点一滴地修补那些曾经缺席的片段。因为当灵魂被满足了，世界也会开始变得柔软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找答案，关于人生的方向，关于该不该留下来，关于为什么总觉得不快乐。我问身边的人，问书本，问老师，也问宇宙。但每一次问完，我心里的空洞还是没填满。我想知道，我到底走在对的路上吗？我做的这些选择会不会让我后悔？我一直在问，但答案从来没来。来的只是更多声音，更多建议，更多混乱。我开始焦虑，开始不安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。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这么笃定？为什么我总是卡在不确定的十字路口？我以为自己不够聪明，不够坚定，不够清晰，所以我逼自己快一点想通，快一点决定，快一点找到出口。但越是逼自己，内在越是吵杂。就像一个房间，里面同时播放10首歌，每一首都在喊要你听它。我太急了，急着动，急着动，急着找到所谓正确的解法，却没发现我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资讯，而是更少声音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，我把手机关掉，把待办清单收起来，把期待放下。我就只是坐在窗边，静静地看着外面飘下来的光。没有问题，没有答案，没有要解决的事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。我的心像一面湖，第一次那么安静。而就在那样的宁静里，我突然感觉到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什么，而是某个声音从我内在升起，
他轻轻地、稳稳地说：“你已经知道了。”我吓了一跳，原来答案一直都在，只是我之前太吵，听不见它。原来不是宇宙没回应我，而是我自己一直在打断那份回应。我把太多外界的声音放进来，结果忘了自己才是那个要被倾听的人。从那天起，我学会了停下来。在每次混乱时，我不再急着找出口，而是先回来自己身上。我深呼吸，问：我现在真正的感觉是什么？我不逼自己快想，而是静静等待那个属于我的声音再一次浮现。这样的练习让我活得不再慌。我开始知道，心静下来，一切就会浮现。浮现的不只是答案，还有我真正的感受，真正的渴望，真正的自己。那不是被告知，而是被记起。我发现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只是我们不相信而已。我们怀疑那么清楚的直觉，反而选择去相信别人的意见、社会的标准、经验的逻辑。但心才是最真实的导航，而它的语言是静，不是吼叫，是温柔，不是催促。我不再强求快速通过每个人生路口，而是让自己慢慢站稳。我不再用力选择，而是让选择自己来找我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够安静，那些该来的一定会来，那些该离开的也会在不被勉强的时候自然远去。愿你也能给自己一个空白的时刻，愿你在不确定中不急着决定，在困惑中不急着明白。愿你相信，所有的答案都不在外面，而是藏在你静下来的心里。当你肯安静，生命就会温柔地把真相放在你眼前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